我能看见每个人的气运。那日夫君带回一名女子，要娶她做平妻。我看见她原本满满的气运值只剩下一半了，而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。我决定自请和离。一个不爱我的男人，我找不到陪他一起倒霉的理由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夫君出征3年，从战场上带回一名女子。府门前，许多人看着。我错愕地看着齐明霄，不可置信。他的气运值原本是满满当当，如今只剩下一半了。我能看见每个人的气运。这是从我和齐明霄成亲后回门那天开始的。我本以为父亲会给齐明霄难堪，因为父亲一直不赞成这桩亲事，见我喜欢齐明霄，才勉强同意。但回门那天，父亲对齐明霄态度和善，还好言好语地教导了他许多朝堂之事。也就是那时，我忽地看见了每个人的气运，只除了我自己的看不到。此刻，齐明霄眼神躲闪了一下，向我介绍：“夫人，这是柳熙若柳姑娘，她的亲人都没有了，甚是可怜，我便带她回来了。战争之地，百姓最苦，可怜之人，可怜的孤女，必定不止柳熙若一个。安顿这些人的方法千千万万，可齐明霄却偏偏只把柳熙若带回来了。这个柳熙若也不简单啊！”我把目光落在她身上，她面容清秀，衣着朴素，温婉的像江南的水一样。最让我不能忽视的是，她的气运近乎满值，犹如这天地间的宠。她向我一一拜，唤了一声夫人，眼眶微微湿润，好像有些委屈。我扯了扯唇角，不给面子。夫君让柳姑娘进府，是让她给你做妾，还是给我做丫鬟？柳熙若愣了一下，脸色发白地看了眼齐明霄，甚是我见犹怜。齐明霄对我的脸色迅速沉了下来。夫人，柳姑娘进门是客，当好生招待。居然没直接说是妾，难不成是要等着我下堂，以便当正是夫人？我把眼皮子往下掀，扬声说：“柳姑娘真是可怜，云英未嫁，孤身追随我夫君一路从边关到京城，名节毁了，以后可怎么找个好人家啊？如果齐明霄要纳妾，我是拦不住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先发制人，先让他们在道德伦理上输一回。至于齐明霄，见男人要不得，狗都嫌弃。”我话音落下后，人群里杂七杂八的议论声此起彼伏。柳熙若蹙紧了眉头，眼底流过羞恼之意。我却高兴了，我看见她满满的气运值正在减少。齐明霄拂袖，率先踏进府里。我给丫鬟使了个眼神，也转身进府。而柳熙若则是被门房家丁拦在大门外。齐明霄走到前院堂屋，回头愣了一下，在人群里找了找。他脱口而出：“若若呢？”我冷嗤道：“若若是谁？”“哦，是刚才那位坏了名声的柳姑娘啊。如果她愿意，可以从小门进来给夫君做妾。”“你……”齐明霄恼我，顿了一下，态度软化：“夫人，你是太尉大人的千金，而若若只是一介孤女，她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比不上你。你不妨大度一点，凡事让一让她。”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所以我郑重地点头答应，我把夫君让给他。这个狗男人，谁爱要谁拿去，反正我不要了。他的气运值蹭蹭蹭往下掉，就要倒霉了。一个不爱我的男人，我找不到陪他一起倒霉的理由。李幼宁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连名带姓的叫我。哦，我语调上扬，我倒不知我得了什么，进了什么。你家世好，地位高，连我也不得不敬着你。你从小拥有的东西就比别人多得多。可是若若，她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我了。她竟然是这个逻辑。破庙废宅里孤苦无依的乞丐多了去了，夫君怎么不去把他们带回府？他们也只有你了。你把若若跟那些乞丐比？她蹙紧了眉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挑了一下眉头，反问：有何比不得？顿时我们剑拔弩张，我双手藏在宽大的袖子里握紧了拳。堂屋里落针可闻，气氛紧张。这时柳熙若凄风楚楚地走了进来，眼睫上挂着泪珠，看上去更加惹人怜惜。她往我面前一跪，潸然泪下，衬得我像个毒妇，而她是被我欺负的小可怜。
求夫人不要责怪将军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自知身份卑微，从未想过要与夫人争什么，更不曾想过我的出现会让夫人与将军不和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知道你不是来破坏这个家的，你是来加入这个家的吗？我瞧着他那又降了些的气运值，心情瞬间好多了。晚上，齐明霄厚脸皮地来到主院，他似乎很想跟我温存，但是我现在看到他就恶心，根本就不可能让他近身。齐明霄叹了口气，用无奈的语气长叹：我无意惹夫人生气，要是早知夫人容不下柳氏，我就不带她回来碍你的眼了。听听这话，更让我反感了。我沉下眸子，目光更冷。岂料他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。夫人，若若已经怀了我的骨肉，纵使你不同意，我也要给她一个名分。我看了眼她的气运值，下定决心。我们成亲3年多，一直没有子嗣，柳姑娘能为夫君开枝散叶，我心里高兴，愿意自请和离。不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，我决定各自飞。他有什么资格让我陪他倒霉？齐明霄愣了一愣，又是一声长叹。夫人倒也不必委屈自己，我打算娶若若做平妻，和你不分大小。等她生下孩子后，她还可以帮你一起打理府里。本朝娶平妻者，多为行商走卒，为世家大族所不齿，还可能被御史弹劾。齐明霄对柳熙若如此情深意重，我更应该成全他们。夫君不必认为我委屈，我拥有的东西很多，不差失去齐夫人这个称呼。可柳姑娘就不一样了，她只有你。我原话奉还。齐明霄勃然变色，一张脸黑了又黑。他拍案而起：李幼宁，你别后悔。我招了招手，我的2个贴身丫鬟板和珠儿把我刚才写好的和离书以及笔墨都拿了过来。夫君快来签字吧，我向来贴心，和离书已经替夫君写好了。齐明霄满脸的不可置信，拿手指着我，气得哆哆嗦嗦。我瞧着他那下降的气运值，不怕他被气死，就怕他气出个半身不遂，然后不肯跟我和离。齐明霄将和离书撕了个粉碎，怒不可遏：李幼宁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带着一肚子火。我不慌不忙地提笔又写了一份。一晨，我派人把柳熙若请了过来，他似笑非笑，眉眼间透着几分嘲讽之意，与昨日在人前的楚楚可怜模样比起来，简直是判若两人。柳熙若隔着衣服轻抚肚子，向我炫耀她怀上了齐明霄的孩子。夫人，将军说这是他的第1个孩子，如果是长子，就教他行军打仗；如果是长女，就给他最好的东西，让他无忧无虑地长大。字字句句都在强调她怀孕了，强调一个长字。我危险地半眯起眸子，吓唬他，生产不易，能不能生下来还是一回事。这话没毛病。柳熙若的脸色白了一瞬，2只手紧张地护住肚子。突然，他又给我跪下了。夫人有什么怨气，请尽管朝着我来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他还没来得及看一看这片天地。我瞥了眼门外，方才柳熙若看见了齐明霄过来，我也看见了，但是我不阻拦他，只管坐在主位软垫上欣赏他的精彩表演。齐明霄气冲冲地冲进来，怒视着我：李幼宁，你别欺负若若和孩子，有什么怨气你冲我来。我不疾不徐地说：把和离书签了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柳熙若抬眸，眼底流过一丝惊喜。我淡定自若地继续坐着。果然，柳熙若没有让我失望，她自己站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跌向齐明霄怀里，露出一个凄美的笑：将军，我和肚里的孩子都很坚强，不会有事的。若若别怕，没事的，没人可以伤害你和孩子。齐明霄温声细语地安抚着他，他也曾经这样温柔地哄过我，说完全不伤心是假的。但是只要看一眼他那下降的气运值，我心里就舒坦多了。和离后，坐等看他倒霉。我见柳熙若把齐明霄哄得差不多了，便对2个贴身丫鬟点了一下头。他们拿出笔墨与和离书，放在我旁边的茶几上。齐明霄瞪大了眼睛，双手青筋抱起：李幼宁，你是铁了心要和离？夫君签字吧，去衙门登记完回来，
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齐明霄眼里的愤怒几乎快要化为实质。我不着急，我相信柳熙若不会让我失望。他靠在齐明霄怀里蹭了蹭，无比眷恋。将军，你还有我和孩子。我轻飘飘地瞥了眼他的肚子。柳熙若吓得一个劲地往齐明霄怀里钻，但是齐明霄还是不肯签字。别说什么他对我还有感情，这种蠢话打死我也不信。我看着齐明霄和柳熙若的气运值，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。他们的气运值不再下降，反而隐隐约约的有些增长。这是为什么？会是因为齐明霄不同意和离吗？如果是因为齐明霄没有同意和离，他的气运又开始变好，那么即将让他倒霉之事必定是与我有些关联。我自知没什么本事，但我父兄有啊。我匆匆赶回李府，门房瞧见我，又惊又喜，急道：二小姐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今早老爷突发疾病，大夫已经来看过，您快去看看。闻言，我提起裙摆，连跑带走地奔向主院，直到看见父亲悠闲地喝着茶，我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。父亲见到我回来，目光由欣喜变成忧虑。宁宁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明霄也来了。父亲面色如常，但只要仔细观察，还是能发现他眉眼间那抹隐忍的担忧。听闻父亲病了，女儿担心，门房不会拿这种事情跟我开玩笑。父亲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只是对外称病罢了，不是真的病了。我不由得蹙紧了眉头。父亲官拜一品，对外称病从来都不是小事，更何况他的气运值变少了，已不足一半。在我的追问下，父亲终于肯告诉我，他此次称病是因为与大将军秦毅政见不合，在朝堂上遭到了攻讦。秦毅是齐明霄的顶头上司，父亲为了齐明霄，对秦毅屡屡退让，曲线救国。我看着父亲的气运值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想。齐明霄的气运受我家影响，父亲为了我，在为齐明霄挡灾防灾。齐明霄原本满满的气运，是因为他成了太尉的女婿。他气运下降，是因为他做了惹恼我的事，我会跟他和离，从而让他失去我父亲这个靠山。而我父亲的气运也同样被齐明霄影响着。我往父亲跟前扑通一跪：父亲，女儿不孝，想与夫婿和离。父亲怔愣了一瞬，表情严肃地问：是在一时气头上，还是经过了深思熟虑？女儿三思又三思。齐明霄与别的女人珠胎暗结，是为不忠；与他无美苟合之人，是从战场上带来的女子，是为不义。他不堪为我理家婿，非女儿良配。我铁了心要与齐明霄和离。父亲定定地看着我，沉吟了会儿，继而问道：和离之事，齐明霄是何态度？我略有些丧气，他不肯在和离书上签字。父亲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了几下，胸有成竹。你回到齐府后，重新把和离书拿给他签字，他这次会签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急着去和离，继续陪父亲说了会儿话，就告辞离开。临行前，父亲嘱咐我，如果明霄认为这种时候更不能与你和离，那就说明他还算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倘若你还想继续和他把日子过下去，为父自有法子让他娶不了平妻，只能纳妾。我把头摇成了拨浪鼓，那样的狗男人，哪怕他浪子回头，我也不要。回到齐府，齐明霄正坐在前院堂屋等着我。他面无表情地问：岳父大人的身体如何了？我面色凝重地回：病得有些重，大夫开了药，吃上几副便会好转了。那就好。齐明霄轻轻点头。夫人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总是有些情分在的。只要你愿意与若若和平共处，把她当亲姐妹一样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一家人生活在一起。我可去她的一家人吧。我的亲姐是杭州知府夫人，裴姐夫在外地上任，想做我的亲姐妹，她够资格吗？李幼宁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势利，你这样的女人，我齐家高攀不起。说罢，齐明霄拿出了他事先写好的和离书。我瞧了一眼，立刻就让人去衙门登记改户籍。齐明霄目光阴冷：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。从前你是太尉嫡女，高高在上，现在你抛弃齐夫人这个身份，未必还能继续高坐云端。
这番话把他的心思暴露无遗。他一指我父亲即将倒台，我离开齐府回李府，将会跟着一起倒霉。他当初向我求亲，现在签下和离书，无疑都是因为我家的背景。我瞧着他那开始蹭蹭蹭往下降的气运值，弯了弯唇角。我能不能继续做太尉千金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和柳熙若无媒苟合，都会被人不齿。就冲他这气运，他不倒霉才怪。我与将军未来如何，就不劳李家女关心了。柳熙若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，眉眼间的得意似乎已经不打算隐藏了。他走至齐明霄身边，温柔地唤了一声将军，而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俨然是把自己当成齐府的女主人了。虽去了几分柔弱，但媚态不减，没有显得端庄优雅，反而像是学习贵人模样的拘谨婢子，更像那戏台上的丑角。我像看折子戏一样看他们，唇角漫上笑意。提前祝两位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求你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可别再祸害其他人了。宝儿和珠儿拿着我的嫁妆单子，指挥着其他人收拾东西。我家虽称不上特别富庶，但好歹也是簪缨世家，家里底子丰厚。我的嫁妆足足有120台，这其中还有2台是宫里贵人们的赏赐。不仅嫁妆，我嫁过来后用私房钱添置的日常用品，我也要全部带走。香笼堆满了院子，甚至堆不下，收拾好的已经先行搬上马车。柳熙若面色匆匆地赶来，她怒发冲冠，指着我说：“你怎么可以把东西都搬走？”不用我开口，珠儿告诉她，这些都是我家小姐的嫁妆，不是齐家的东西。柳熙若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接着又瞪我，真怕她把眼珠子瞪出来吓死我。她叫人把管家找来，然后以女主人的口吻吩咐管家：“你负责仔细核对清楚，别让外人把府里的东西顺走。”管家恭顺地应下，找了家丁丫鬟一起看着我的人收拾东西。我向宝吩咐了几句，干脆让齐府这些人给我干活。丫鬟收拾装箱，家丁搬箱装车，物尽其用，完美。瞧瞧，我这2个贴身丫鬟的气运值都增长了许多。我虽然看不到自己的气运，但主仆荣辱与共，想来也不会太差。我没有留恋，带齐东西就回了李府。还是我原来的闺房，还是一样的家具摆设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管家鞍前马后，手舞足蹈。老爷交代下来的时候，大家伙都求着来打扫布置，都替二小姐不值，恨不得一起去掀了齐府。我弯着眉眼轻轻笑，掀人屋子也是体力活，咱们要做那个旁观的，看着他华屋倾倒。说得好。我回头一看，正是我大哥。大哥拿了一沓画卷过来，眉飞色舞。小妹，快来看看中意哪个，都是京城里适婚的好郎，比齐明霄强多了。我笑了笑，随意地展开画卷。从画像上看，还真都是龙章凤姿。大哥邀功似的笑问：“怎么样，这些人都不错吧？”还是大哥眼光好。确实都不错。以前算我眼瞎。只不过，大哥，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令择良人再嫁，我要先看着齐明霄倒霉，看着父兄们的气运值重回高位。大哥欲言又止了会儿，问道：“这算是因爱生恨，实际放不下他吗？”不是放不下，而是有怨报怨。凭什么他辜负我，伤害我，而我什么都不做就直接忘掉？等看见他倒霉后，我自然就会忘掉和他的仇怨了。好，咱们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。我妹妹不需要隐忍。和离归家的第2天，母亲让我陪她一起去城外的相国寺祈福。她说求佛保佑我父亲平安健康。可母亲是知道父亲装病的，那么祈福就是因为我。到了寺里，我规规矩矩地陪在母亲身边，直到母亲去禅房休息，我才带着丫鬟在寺里随便走走看看。这一走走看看，就碰见了齐明霄和柳熙若。柳熙若轻飘飘地瞥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：“姐姐也来礼佛。”“确实该礼，求佛祖保佑姐姐再觅良缘。”说完还扑哧笑了一声，嘲讽味十足。都说我没有妹妹了，只有一个做杭州知府夫人的姐姐，怎么还来冒认妹妹？就这么嫌弃自己的出身，想给别人做妹妹，想疯了。在贱人面前退让隐忍，只会人善被人欺。
柳熙若眯起眼睛，嘴角向下弯。李氏，你不过是投了个好胎，托生在富贵人家。除了这个，你什么也比不了我。我反唇相讥，确实不用比。跳梁小丑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我一般都当作没听见。看到柳熙若皱眉愤怒，我就笑得开心。再看一眼他和齐明霄的气运值，我就更高兴了。等会儿用斋饭的时候，肯定能多吃一碗饭。齐明霄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我说：佑宁，太尉大人的事情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他处处和秦大将军对着干，这次被抓到把柄，也算是一个教训。你不妨劝劝他，去给大将军服个软，道个歉。我再替他向大将军求个情，或许这事情就过去了。我忍不住连声冷笑：齐明霄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重情重义，还关心前岳父？齐明霄蹙了一下眉头，依旧居高临下：朝堂之事，你不懂，这关系到太尉大人和整个李家的前程，不要任性。这般施舍的语气，真令人作呕。我以前就是被猪油蒙了心，瞎了眼。齐将军还是管好自己吧，小心阴沟里翻了船。齐明霄怒目相向，咬牙切齿地说：李佑宁，没想到你如此牙尖嘴利，像乡野泼妇一样。他在外3年，本来就晒黑了，现在这张脸更是黑得跟炭一样。我扯了扯唇角，轻嗤：你口里的乡野泼妇是什么样？是不是此刻该扑过去，抓花你们这对狗男女的脸了？话音落下，宝儿和珠儿就跃跃欲试了。以为我不想吗？但齐明霄毕竟是个将军，打起来我们主仆3人占不了什么便宜。柳熙若往齐明霄怀里钻，嘤嘤道：将军，我们快走吧，我肚里的孩子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别怕。齐明霄轻声哄了他一句，而后对我恶言相向：李佑宁，你嚣张不了多久了，咱们走着瞧。说完，他便给我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，拥着柳熙若往另一个方向走。宝儿和珠儿气得破口大骂。我劝慰他们：不急，且等着瞧吧。回到禅房时，母亲已经知道了我与齐明霄在寺里发生争执之事。她亲自为我沏了一杯茶，徐徐说道：我不劝阻你和离，但你毕竟是女子，你与齐明霄和那个女人当众闹起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母亲说的道理我懂，我也是自幼秉承庭训之人，但是有仇不报非正常人。这口气憋在心里难受，我怕把自己的身体给难受坏了。母亲说的对，女儿知道错了。母亲轻叹：你向来认错第一，就是不改。我笑而不语。一个小沙弥及时过来，请我们去斋堂用斋。母亲说相国寺的素斋远近闻名，叫我好好尝尝。我们开开心心地走过去，远远地听见斋堂门口传来骂骂咧咧的吵闹声，以及凄凄惨惨的哭声。宝儿快步走过去打听了一下，坐在地上哭的女子在家中经常被丈夫虐打，后来她威胁婆家不让她和离，就带着幼子一起魂归黄泉。她终于成功和离，逃回娘家后，遭遇的却是爹娘的谩骂和兄嫂的苛责。听到她的遭遇，我不免想到了我自己。我无疑是幸运的，爹娘支持，兄嫂理解。走近一些后，我看见那女子见底的气运值突然有了开始增长的趋势。她从地上站起来，眼神一片清明。爹娘，大哥大嫂，从今以后我不再是张家女，不再拖累你们，不再带坏你们的名声。好，从此你是好是歹，都与我老张家无关。老翁放出话，转身就走。老妪应该是很不舍女儿的，苦口婆心地劝她说：我们是为你好，你去跟亲家和女婿赔个不是，好好的过日子，不然你以后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？女子语气坚定：我回去只有一个死字。娘若是为我好，就请支持我的决定吧。老妪似乎很失望，在儿子儿媳的催促下，一同离开了。那女子望着他们离开的方向，用袖子狠狠抹了一把眼泪，目光却异常坚定。我母亲微叹，这家人不讲情义，这女子也是狠的，竟然能以孩子的性命要挟夫家。可是这样一个女人，原本见底的气运值却增长了，说明她离开婆家，离开娘家，将会有新生。我微微沉吟了会儿，问道：母亲，如果我被夫家虐待，您希望我怎么做？母亲不假思索地回：
我和你父亲还有你哥哥嫂子一起去抽死他们全家。我嘻嘻笑了笑，又问，如果我远嫁，您和父亲尚且还不知道我的情况，远水救不了近火呢？母亲愣了一愣，继而严肃地对我说，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，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，就效仿这名女子。我心里溢满了欢喜，挽着母亲的胳膊，亲密地撒娇。母亲忧虑地说，不行，回府后就给你姐写信，问问她那边的近况。我和姐姐很幸运，父亲官居高位，母亲出身名门，都把我们放在心尖上。可这世间不幸的女子何其多，就像这名张姓女子一样，明明只是想活下去，已经那么惨了，可是周围的香客们还是对她指指点点，就连和尚们也都念着佛号，说她做错了，不该以幼子性命要挟夫家，抛夫弃子而去，不该顶撞爹娘，与爹娘兄嫂恩断义绝。可是她若不是被逼到那份上，会那么做吗？再次遇见那名张姓女子，是在2天后，她在我家后门外恳求婆子，把府里下人的脏衣服给她洗。婆子对她说，不是不给你洗，而是府里有专门负责换洗的人，给你洗了，他们做什么？那女子道歉又道谢，虽然眉头紧锁，但眼睛里却有着光。我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，走过去让婆子给她些脏衣服。她眼睛更亮，连声向我道谢。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，她忽然说，小姐，我记得您那天在相国寺，您和您身边的人没有指责我，不管我们能否理解他，那都是他的事情，轮不到外人说3道4。您是府里的2小姐吧？我听说过您，您嫁给一位将军，将军辜负您，您就与他和离了。我就是觉得您很特别，与众不同，让人敬佩。其实值得被敬佩的是他，我若不是有父母支持，未必有和离的勇气。这世道对女子太苛刻了。我请她进来坐会儿，她告诉我，她叫张凤仪，父亲是个老秀才，她能理解父母为她好的想法，但她不能听，因为她想活下去。张凤仪掀开袖子，2只胳膊上全是斑驳的各种伤痕。2小姐，像我这样遭遇的女人太多了，不是忍下来，就是投了胎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爹屡试不忠，经常酗酒，每次喝完酒就要打我娘。后来大概是他们年纪都大了，也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我爹就不怎么打我娘了。好在都过去了，我相信我以后的日子会很好，至少比起那些还在困境中挣扎的女人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张凤仪说了很多，她脸上的表情是困苦的，但也是坚强的。我静静地听她说完。我问了一句，你会想孩子吗？想，怎么会不想？可我首先要活下来，只有活着才能看见孩子长大。等我多攒些银钱，以后说不定还能帮到孩子。和张凤仪聊完，送走她后，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些想法。我父亲有权有势，我有极好的资源，我自己经历了和离，那么我是否可以帮助其他女子呢？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母。母亲惊讶地看着我，眼眶微微泛红。你是家里最小的，哪怕你出嫁了，我也一直当你是孩子。如今我是真的可以放心，你长大了。父亲沉吟了会儿，对我说道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可帮，但不可强行帮助别人，不可变成伪装的善意，更不可变成一门生意用来谋取私利。我认真的点头，女儿谨记父亲的教诲。得到父母的支持后，我开始付诸行动。引起我思考的张凤仪加入了我们，得到帮助的人里面也陆陆续续的有人加入。我们帮助了达官贵人的发妻，也帮助了商贾的小妾。我告诉他们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不仅要活着，还要有尊严的活下去。是日，长公主府设宴，我一到场就接收到了许多复杂的目光。柳熙若晃到我跟前，虽然她满头珠钗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但不妨碍我看清她的气运值又降了许多。她大概是因为出席了这样的场合，过于膨胀了，在我面前趾高气扬，阴阳怪气。如今李二娘子的名气可大了，劝离不劝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和离了，见不得别人好。你说错了，我不劝和，也不劝离，都是大家自己的主意，自己做决定。哦，你除外，
我祝你和齐明霄白头偕老，千万别有劳燕分飞的那天。柳熙若沉下目光，冷声说：你也就这2天能够蹦跶了，等你父亲被罢官被处置，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我呵的一声嗤笑，像看傻子一样看他。他也对我嘲笑，说若是你家不幸被查抄，我可以大度一点，把你买下来当个洗脚婢，赏你一口饭吃。我点着头，确实大度，要是你流落街头，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，半个馒头都不施舍。我们针尖对麦芒，直到有人过来说话，才结束对峙。长公主把我单独叫过去说话，我大概猜到了一些。听说长公主与驸马青梅竹马，年初驸马纳了一房美妾，长公主对他们多有忍让。见过礼后，长公主与我寒暄了一番。她问李二小姐，本宫好奇的冒昧问一问，齐将军带回的柳氏顶多是个妾，你为何要和离？回长公主的话，齐明霄曾经许诺臣女不纳妾不辖稷，结果他食言了。臣女退让他一次，他将来只会变本加厉。与其让自己憋屈难过，看着他和柳氏在臣女面前腻腻歪歪，不如趁早放下。和离后，你可曾后悔？臣女无比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。长公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宴席上，柳熙若还想给我难堪，不等我反击，长公主就先替我出头教训了她。我看见长公主的气运在增长，想来她心中已有决断，将会改变她的人生。长公主府宴会后的第2天，齐明霄和柳熙若的喜帖送到了李府。送帖子的人得意地讲述了一番齐明霄为柳熙若一掷千金，这场喜宴准备的有多奢华。我大哥气地说要带人去把齐明霄套麻袋打一顿，幸好有大嫂拦着他。我机不可察地蹙了一下眉头，心中产生了一些疑惑。齐府有多少家底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若送帖之人所言属实，没有太过于夸张，那么齐府必定是要入不敷出了。不过这些事跟我无关就是了。没想到第2天我就听说齐府被查了。大哥兴奋地跑来告诉我，父亲提前计划，开始收网了。首先是依附于大将军秦毅的齐明霄被弹劾收受贿赂，与梁官勾结，以次充好。齐明霄被查后，秦毅的其他手下与亲族纷纷被百姓状告，将事情闹到了御前。最后爆出秦毅杀梁茂公，私通敌寇之事。皇帝龙颜震怒，杀头的杀头，下狱的下狱。这天，张凤仪面色为难地来找我，她说有个来寻求帮助的人很特别。二小姐，她叫柳熙若。说出这个名字，张凤仪松了口气。二小姐，我们都知道她是谁，她也想离开齐将军。我就想，都是女人，能帮也可以帮。我沉了沉眸，沉声问凤仪，你可知她为何要离开齐府？因为齐将军被关押了。他既享受了齐明霄带给他的荣华富贵，就该承担为此而带来的风险。我们的本意是帮助有困难的女子，不是让人利用的工具。抛开我与她的恩怨不说，我也不会帮她。如果其他女子也来效仿，攀跟高枝享受富贵，等高枝断了，就来找我们求助，逃脱攀高枝的后果，那么我们成什么了？张凤仪叹了口气，请二小姐恕罪，我是看她说的可怜的样子，一时于心不忍。柳熙若是完全把自己当齐夫人，忘记自己的身份了。她和齐明霄不仅没有正式的婚配，而且连个妾都算不上，顶多只能算是通房。齐府被查抄，她判不了，应该会和其他仆人一样被遣散。我倏地想起了柳熙若说过的话，她说等我家被查抄后，她要把我买回去当洗脚婢。这可真有意思。秦毅被判斩立决后，齐明霄也和其他一些官员被判了斩刑。我父亲重获皇上重用，储尊居显，我家门庭若市，甚至不断的有世家贵族来给我说亲。对我这样一个和离过的女人，求亲之人踏破门槛，都是冲着我父亲来的。我父亲的气运值已经变成满满的了。我母亲、大哥、大嫂，就连我家的门房，气运也都变得很好。这天，父亲告诉我，齐明霄被处刑的日子已经定下了。他问我要不要去见他最后一面。我想了想，我去大牢见他，无非就是看他现在的倒霉模样，在家嘲笑他几句。我摇头道，没有这个必要。齐明霄被行刑那天，
我坐在茶楼上看着囚车经过，他蓬头垢面，头上被砸了鸡蛋和烂菜叶子，他的气运已经空了。可能是巧合，也可能是似有所感，他蓦地抬头看过来，与我四目相对。我看见他的双眼渐渐有了些神采，隐隐有些悔意。可是他悔的是什么？是不该放弃我家这棵大树去攀附秦毅，还是不该辜负我去和别人厮混滚床单？如今再来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囚车过去，围观的百姓追在后面，痛骂的痛骂，围观的围观。我顿觉无趣，起身离开。回府的路上，柳熙若拦住了我的马车，他站在车下，目光阴狠地抬头看向我，李幼宁，别以为你有多厉害，你只是投了个好胎。我坐在车里，悠然自得地俯视着他。柳熙若，心术不正者，终将咎由自取。我说完后，宝放下车帘，示意车夫继续前行。珠儿疑惑地说了一嘴，柳熙若的肚子怎么还没有显怀？是没了，还是压根就没怀过？宝儿接话，管他呢。是啊，管他呢。后来我听说柳熙若在一处巷子里做起了暗娼，再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她了。数月后，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长公主和离了，驸马全族被诛杀。长公主问我，世人都说宁拆一座庙，不破一桩婚，我们所做之事多受人诟病，能坚持多久？我说，我们不是拆人姻缘，而是为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我们不怕千万人谩骂与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放弃。他又问，我们终将有力竭之时，以后呢？我说，就算我们老了，但终将有人还年轻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子明白，那些困住我们的束缚都将可以自由卸去。再后来，长公主开办了女子学堂，我们通力合作，我们让更多的人明白，婚姻是美好的，但不是人生中的必须项。我看见许多女子的气运都在慢慢变好。女子生来就不是男人的附庸品，不见光，我们就去创造光源。总要有人走在时代的最前面，有希望才有未来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